大家好，这次是要介绍乳胶面具的上色过程。要是还没看过前面的部分，记得先看 Part 1跟 Part 2哦。要是看完 Part 2，还来看 Part 3。小班的最喜欢你们了。影片中有些没有介绍到的材料都会写在下面哦，记得要看。快速的回顾一下，我们之前详细的讲解了翻模与灌模。现在当面具成品翻出来后，就剩上色了。但在上色之前，有没有发现拿出来的乳胶面具分模线的地方有溢出的部分？要是没有很在意品质，可以跟外面的市售面具一样，用剪刀稍微剪过就行了。那我们这边当然要教专业的做法，一样用剪刀先剪去大部分，或是使用美容剃刀切去多出来的部分，能弄多平就弄多平。然后再用指缘剪细修突出的部分，要是剪到凹下去，或是有些小洞，可以用特效用的填缝胶来填补。在填补之前，先用酒精清理面具表面，洗掉表面的粉尘，再用刮刀填补，用酒精稍微抚平表面，等待填缝胶干了之后就可以了。这个填缝胶怎么制作会写在下面。在上色之前，先用 Prozay 涂一层在表面。Prozay 是一种医疗级的接着剂，在特效化妆中广泛使用。这一层的用意在于帮助颜料附着于乳胶上。等 Prozay 干了之后，就要正式开始上色了。首先使用亚克力颜料打个底色，调色的时候可以多花一点时间。要是一开始的底色错了，那之后上色上的再好也没有用。调出来的颜色会比我最后想要的颜色稍微浅一点点。之后我们用喷枪加其他颜色上去后，颜色自然会变深。那我在上这个底色的时候，是使用不透明的上色方式。我会希望这个底色可以完全盖过原本乳胶的颜色，所以在稀释的时候不要稀释过头。通常上色我会习惯从浅的颜色画到深的。但这边先上红色绳子的原因是这样比较 SM。绳子的部分都是凹陷处，要是我先上完肤色再来上红色，难保不会不小心沾到旁边，所以才做这样的决定。雕刻越复杂，上底色的时间就会越长。看似简单的平涂，加上调色的时间，大概花了我4到5个小时。接下来我是用喷枪来上色，我习惯从红色开始上，在上色的时候记得要不同角度都上到哦。你可以看到我把面具移来移去的，现在好像看不出什么是正常的，因为每个颜色都稀释成透明度很高的状态，所以一开始喷的时候你会觉得几乎看不到颜色。要是喷下去就直接看得到颜色，那代表透明度可能不太够，需要再稀释一点。要是喷了很久都看不到颜色，那就是太透明了，这要稍微操作下才比较容易理解。在上这个咖啡色的时候，我用笔刷快速的沾上去，然后用纸巾轻轻的擦过表面。这个技巧可以让咖啡色快速的渗入我雕刻的皮肤质感里面。因为颜料流动的关系，会往低洼处渗进去，而在高处表面的地方会被纸巾擦掉。这样就不会让皮肤看起来整个都是咖啡色的，而低洼部分残留的咖啡色正好可以成为阴影，凸显皮肤质感的效果。这个步骤一定要在开始上色后没多久就做，否则纸巾擦拭的动作会把我们之前上的颜色给擦掉。那这边有个小意外发生啦，要是你跟我一样在家做的话，使用喷枪时最好墙壁全部都贴上报纸之类的来保护哦。我就不小心喷到墙壁一点点。补充一下，我先使用单动式喷枪，这算是一种相对便宜的选择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单动式喷枪，用起来手指比较不会那么累，并且坚固耐用，在清洁上也是十分的方便。另外，你可以看到我准备了红、黄、蓝、咖啡色，作为我主要上色的颜色。这是我个人偏好的皮肤颜色做法，用不断堆叠出红、黄、蓝3原色的方式，
营造出皮肤的颜色，有点类似在绘画领域里面纸上混色的概念。这边就稍微快转一下，你应该可以看到颜色慢慢的变化。我知道很难看出我到底上了什么颜色，要是有人可以赞助我 4K 摄影机的话。皮肤颜色建立 90% 以后，我这边切换到双动式喷枪，其实也不一定要换，只是双动式喷枪比较容易做出细一点的线条。在这边我喷一些牙龈附近的细节，还有皮肤的微血管与静脉。当然不要忘记，适时的使用笔刷也是很重要的。喷枪是个好用的工具，但并不是用喷枪做全部就是比较好哦。笔刷还是能做到很多喷枪做不到的效果，尤其是在细节的部分，例如瞳孔。可以看到我用圆洞板来喷出完美的圆形，再配合刷具画出瞳孔的样子与血丝。我另外还加了淤血的颜色，因为被绳子绑这么紧，应该会淤血，甚至血液循环不良，所以在绳子周围喷上淤血的颜色。最后做一些细节的微调，再喷上保护漆。我是使用亚克力的水性雾面保护漆。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我换回单动式喷枪了，主要原因只是好清理而已。完成哦，还没。这边有个小技巧，可以把毛线剪成小段，抽出细丝，再用保护漆当做胶水粘上去，来制造 3D 立体的血管。最后在眼睛和牙龈的部分涂上高反光的保护漆，来制造水润的感觉。这下就上色完成啦！有没有很容易？好了，我知道没有这么容易，但上色的方式千百种，没有一定需要用我的方式。初学的话，可以考虑做一些比较卡通的造型。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做做看。要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 like 跟订阅。我们下次见。